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春霞面的春嫂，今天再为大家介绍另一道的凉惹菜式。这一道菜呢叫做凉惹阿扎菜。首先，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用到的食材。这边呢就是它的食材的底料，就是有蒜头，有3种的姜，就是黄姜、蓝姜、紫姜、香茅和这个 Wakaras 石菇仔。调味料方面呢，我们是用春霞面的辣椒糊、这个白醋、盐跟糖。其余的食材呢，还包括炒香的芝麻、小辣椒、黄梨。今天我所用的呢，就是这个罐头黄梨，因为通常1粒的黄梨是用不完的。还有这个黄瓜、红萝卜、长豆和这个包菜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底料。姜方面呢，我们要先把它稍微去皮，切小块。香茅和这个蒜头也是要切小块。至于这个石菇仔方面呢，就比较特别，最好的话就是浸泡隔夜。那么你打碎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方便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把这个底料处理好，你们把它打成大概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煮这个阿扎的底料，我们要用最小的火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辣椒糊放进去。这个辣椒糊就是我们春霞面特制的自己的配方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放这个打碎了的食材。我们先把它搅一搅，给它均匀先。记得一定要用到最小的火。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把它搅均匀，给它滚一滚就行了。搅均匀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糖跟盐放进去了。当放的时候呢，你要一直在搅。这个糖跟盐只要煮溶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出锅了。煮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这个阿扎底料呢，我们要把它待凉之后，才可以加入其他的阿扎食材。接下来我们要处理阿扎的主要食材了。首先，我们先处理这个长豆，先把它切成小段，大概呢是1寸到1寸半左右。长豆切好之后呢，我们来开始处理这个包菜了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菜的切法，它的大小都有一定的讲究的。你不能把它切得太大片，也不能把它切得太碎，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它的口感。大概是这样。通常这个包菜呢，这个比较硬的部分我们就去掉了，不需要。我们只是要它叶子的部分罢了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瓜的切法。黄瓜我们是不要去皮的，因为去皮之后会影响它的口感。先把这个黄瓜这个部分分成4段，
分成4段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的芯去掉，因为这个芯也会影响它的口感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成小块状，长方形的小块状。切完黄瓜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就是要切这红萝卜了。红萝卜也跟黄瓜一样，我们不去皮。然后呢，也是一样的，切成4块。之后呢，我们才把它切成小块。它也是切成跟黄瓜大概的形状。现在我开始处理黄梨了。虽然我们买的是罐装的黄梨，可是我依然要处理一下，给它与其他的食材大小平均。这样腌制的时候，它就会更入味了。最后，我们就是处理这些小辣椒了。通常，小辣椒我会把它留到最后来处理，因为这样它的辣味就不会影响其他的食材。一般上处理这些小辣椒，我会用剪刀。就把那个小辣椒从中心开掉，然后把它的种子去掉。通常我是用这样的切法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漂亮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煮新鲜的食材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水煮滚。水煮滚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熄火了。因为这些新鲜的食材是不需要煮软，它只需要烫水一下就行了，烫一烫就可以拿上来，然后把水沥干。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些新鲜的食材才脆口。我们烫一烫这些食材，目的也是为了去那些蔬菜的那种腥味。这个包菜，我们不能够把它煮得太软，所以也是只能够这样烫一烫水，马上就要起来了。沥水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沥得不够干的话，它是会出水的，影响了阿扎本身的口感，也影响了它的风味。
阿扎的底料凉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其他的食材放进去了。首先我会倒入这个醋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凉干了的菜放进去。然后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也把黄梨倒进去，再搅拌。最后我们就把这个小辣椒也放进去了。当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封盖，放进冰箱，腌制个月之后，我们的阿扎就完成了。这是我预先腌制好的阿扎，撒上炒香了的芝麻，我们的阿扎就已经大功告成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